好，这个影片要来教这个 SQL Server 的安装跟设定 TCP/IP 的这个教学。那怎么会忽然教起安装 SQL Server 的呢？那之前其实这个部分我是跳过没有教的，但是还是会有人回馈说，这样子跳太大了哦，因为我下一个章节就会教连线资料库，但是对于新手来说，直接跳过了这个SQL Server 的这一个安装跟操作的步骤，那其实对新手来说，跳过任何一个步骤就很容易没有办法再往下进行，所以我这边就算是简单教一下 SQL Server 的安装跟这一个基本的操作跟教学，那让如果想要跟着这个课程一起动手做的新手可以继续的跟下去那这个是为什么今天要先教这个的目的。好，那首先我们当然要先下载这个 SQL Server。那 SQL Server 在哪里下载呢？基本上我们就在这一个搜寻打上 SQL Server，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通常应该会在第一个。那进入它这个微软的这个 SQL Server 下载的网页有2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是在开发的时候可以免费的完整使用这个 SQL Server 的功能，但是如果你正式上线的环境你是不能免费使用这个版本的。那这个版本是可以免费使用，但是有限制一些功能。那其实你的专案如果是一个中小型的专案，这个免费版本就很够用了。那我们今天要用的也是用这个免费的版本来做这个示范跟使用。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给它下载下来。好，那这边就是安装包，我们直接点一下就直接安装。好，那这边的话，我个人比较习惯选自定。那这边会叫你指定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并不是安装这个程式的位置，它会下载一个安装包。那这个是下载安装包的位置。那等这个 SQL Server 安装完之后，你这个位置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删掉。虽然它这边写安装，其实它是下载安装包，那个资料夹里面就是一个安装的程式。好，下载成功了，它就会执行这一个安装程式。那这边就会跳出一个视窗。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刚刚那个下载的位置 ，C 底下的SQL 2000。那我们点进去看，其实就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安装的程式目录。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按这个 SETUP 把它执行起来，就是跟刚刚我们下载完之后跳出的这个安装画面，所以这个单纯就安装包，所以安装完之后，你这整个资料夹就可以砍掉了。那接着我们要来安装 SQL Server 的核心，我们会选择第一个。那基本上微软的东西，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装起来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它安装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还蛮喜欢用微软的东西，就是这样。好，那这边我们就按接受，然后就直接下一步。那基本上很多动作我们就是一直下一步到底就对了。那当然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我们就是一直下一步。那这边我们可以勾一下不要下一步。这边的话预设我们也不需要改。那这边路径的话，如果你吸碟有一点爆满的话，你可以改成低碟。那我们就下一步。好，那基本上这边我们也都下一步再下一步。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这个混合模式，那也可以选这个，然后之后进去再改就好。那我们这边就先选好，那密码就先随便打一组你记得起来的密码，我们就下一步。好，那基本上现在就是开始安装了，那我们就是等待安装好就 OK 了。那基本上其实你刚刚的过程中，你也可以一路下一步到底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基本上很简单又很快的就安装完，那基本上这边应该全部都会成功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问题，安装成功了。那我们就按关闭。那关闭之后，这个安装界面还在，我们还有一个东西需要安装，因为我们刚刚安装的是 SQL Server 的主要核心引擎，那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界面去让我们轻松的操作 SQL Server， 所以我们这边会安装这个 SQL Server 的管理工具。
那点下去其实是连接到一个下载网页，那我们就下载这个 SSNS 的这一个 SQL Server 管理工具界面。那这边大小好像跟引擎也差不多哦，都是500MB 左右。好，下载完了，我们也是一样直接点击执行安装。好，那一进来之后，这边就可以选你要的位置，那你就可以做一些更改。那没有需要更改，我们就直接安装。好，可以看到安装完成了，而且整个安装是非常简单的。好，到这边的话，基本上我们的 SQL Server 该装的东西都装好了。那这个视窗我们也可以关掉了，那这个资料夹也可以砍掉了。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试一下SQL Server 能不能顺利的进去做使用。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搜寻 SSNS 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安装的管理工具界面。那点击的话就可以进去。好，那这边的话，因为这个伺服器名称其实就是你伺服器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在你电脑里面，你自己对自己电脑才能够下这个位置。那如果是说别台机器来连，或者是你自己未来可能也自己要连自己，那可能你会打上你的这个 IP。那因为我们现在要自己连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打本机 IP 127.0.0.1，然后我们来试着连线到我们资料库看看。那这边会发现，他说他没有办法连到这一个 IP 会有一些错误讯息。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个设定，就是你 TCP/IP 的这一个设定没有打开，所以没办法连。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来打开一下，我们到所有应用程式里面去找我们安装的 SQL 2022，然后看到这个设定管理员这边去做一个设定。好，这边通讯协定，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 TCP/IP 的这个是停用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启用起来。那它这边就有提示你重启服务之后才会生效，所以我们这边等一下要重启服务。那接着的话，我们再按内容进去，里面有个地方要改通常我们的通讯部是1433，所以我们这边会打上1433。好，确定之后，它一样再告诉我们提示。那我们要怎么重启这个 server 引擎呢？就回到这边，然后这边打开来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的 SQL Server 的引擎的服务。我们可以在这边按右键，然后按重新启动，它就会先做一个停止，再帮你启动就是重新启动了。好，那这样子就是启动完了，我们就可以把这边关掉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去连线看看能不能连进这个资料库。会发现怎么又有错误讯息，但仔细看错误讯息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此凭证连结是不受信任的授权发出。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再勾一个选项，我们可以勾这个就是信任伺服器，或者你可以选择选择性这两个都可以。好，我们这边就把这个信任打勾，再做一个连线，就可以发现顺利的连进去了。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去新建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那如果你顺利出现到这边，就代表说我们今天的 SQL Server 的安装是没有问题，而且该设定的东西也都设定好了。好，那所以说今天的 SQL Server 的安装的基本教学跟一些相关可能要先设定的东西就先讲到这边。那下一个影片就会讲说一些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课程会需要用到的一些资料表，我会利用下一个影片示范一下怎么去建立我们需要用的一些资料表，算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示范到这边，谢谢收看。